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现已上线机型数据库功能，每台新机的详细测评视频，如果你等不及，可以在这里先快速查看机器的续航、发热、性能、帧率等等核心参数，并且还能看到这台机器单项数据的排名情况。小白在买到机器后，会在公众号第一时间更新他们的实测数据，以方便大家查询参考。小白测评数据库，做你的实时选机数据助手，赶紧扫码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刚刚发售的红米5。本来呢，这个红米5和红米5 Plus 是同一天上市的啊。前面我询问了一下，武汉线下的米家呢是只有金色，我看了一下京东商城上是有黑色的红米5 Plus， 因为那个手机625的处理器，5.99寸的1080P 的18比9屏幕啊，感觉还是可以的。红米5跟红米5 Plus 呢，其实是一起开售的，都是这个12号。我询问了一下武汉的米家是只有金色的版本，哎呀，我个人实在是吧？忍不了这个金色，其实这红米5也是金色的啊，没办法嘛，就着急上手在京东商城呢是抢了一个黑色的红米5 Plus， 所以说这两台手机就分开给大家录视频了。最便宜的全面屏手机，号称720P 的这个屏幕，红米5。红米4呢，上一代的这个被大家都戏称为最强备用机，这个各方面都够用，然后电池呢也贼大。这个配件方面呢，就是非常传统，micro USB 的数据线，然后充电器方面呢也是不支持快充的嘛，反正就是5伏2安的。这台手机的配置就是一个非常入门级的一个配置但是是首发了一个450的处理器，就是8个小核骁龙的这个450。还有就是电池方面呢，这次其实也并不太大，这个手机是3300毫安时的电池，但是它是5.7寸的屏幕，并不是主流的这个5.99寸的18比9全面屏。其实这个电池呢，在一众的旗舰级别的全屏手机里边算是一个正常值，因为今年全屏手机除了华为那边做的比较大之外其余的做的都是比较小的。正面看起来呢，这个冲击感还是不错的，就是相对于之前的16比9的屏幕的手机还可以。由于是白色，所以说我主观上可能就稍微给它减一些分这个是主观因素这个不是客观因为里边这个黑边呢确实相对来说比较明显，而且这个边框呢这么看着也是比较宽的，如果黑色的话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另外红米5的额头和下巴呢，咱们都已经看到了，都是比较宽的尤其是在下巴方面，但是它还是内部的虚拟按键比较占用内部的这个屏幕，有点纳闷其实这么宽的下巴呢，应该是可以把这个虚拟按键呢做到最下边的。当然这样做呢，可能小米就觉得这就更不像全面屏的手机了。1、2、3、4。它也是直接预装的MIUI 9，整个进入到手机界面之后呢，整体上这个正面的颜值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后面的颜值就是浓的之前的红米的风格没有什么改进，就是3段式的一个设计，那而且还有中框呢都是塑料的，大家要注意这次这个中框是塑料的，上下。还有就是中框是连在一起的，后背的这是一个单独的金属板扣在上面，这个设计感觉有点怪之前好像都没有，但是这个成本明显就要低了很多，因为侧边都是塑料的话，一整个塑料件呢就可以把后边整个框起来，然后夹一个金属板就可以了。后边这个摄像头突出呢并不是太多，如果要是在线下购买呢，只是送一个壳送一个膜，但是如果是在首发官网购买呢，会送一个耳机。即便是带上壳呢，这手机也是显得比较轻薄的，拿在手里的握持感呢还是不错的。我去，但是如果要是裸机握在手里边，这个质感还是廉价感浓，毕竟它只有这个899的这个售价嘛。其实在售价方面呢，之前720P 的手机呢，在红米系里面都是卖699，差不多这个价格，或者799这个899就完全是因为这个屏幕的改变而导致它成本的飙升。但是这个塑料的中框方面呢，也能感觉到一些成本方面的控制。但是这个按键的质感呢还不错，并没有出现这个入门机上比较松垮的问题。指纹识别呢也是非常迅速。OK。
旁边这一台呢是荣耀7X，之前呢它是最便宜的全屏手机啊，是1299块钱，但是它是5.95寸的啊，而且它是1080p 屏幕的。对标的对象呢，应该就是这个明天我们会到手的这个红米5 Plus 这台手机。这个手机除了后背的这个质感比较差之外啊，正面感觉还可以。其实对比一下红米的这台，其实边框差不多。荣耀7X的这台白色呢，里边的黑边稍微宽一点，外边边框稍微窄一点。而小米这个正好相反，它外面这个白边比较宽，里边的黑框呢是稍微窄一些，这边区稍微窄了一点。两个金色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小米的这个呢偏稍微粉一点，刚才拿出来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插孔方面呢也是非常的传统下面一个 micro USB， 上面一个3.5的耳机孔，然后红外的发射器。这次在手机的这个分辨率上啊，这个720p 的手机，但是我拿在手里感觉还行，就是颗粒感呢并不是那么的严重，1440×720的。然后后置的这个摄像头是1200万，一会儿呢我们会给大家简单的去拍一些样张，先去看一下。光圈呢是 f2.2的，这个入门级吧，大家这个要求呢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而且前置呢是500万像素的。OK， 由于是快速上手，咱们还是老规矩，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红米5这几个关键字，这一期视频的所有实拍样张你都能看到了。先提前说一句，因为它是899的售价，所以说那个质量大家都懂的。这个尺寸上呢，跟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全屏手机呢也都不太一样，大部分呢都是5.99，它这个是稍微小一点，这个5.7寸，但是拿在手里呢，这个屏幕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显小。整个手机是比较细长造型的，定位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初中生啊，或者说是备用机啊，或者说给老人使用。如果要说要顶替之前的最强备用机这个红米4啊，我感觉还是稍微差点意思，因为它的电池是比较小的，5.7寸啊，它是3300毫安时的电池，好在它是720p 的。这个续航方面呢，后面呢我们长测的时候跟这个5 Plus 呢会跟大家在数据库里边及时更新。卡槽整个是一个全塑料的，然后雨货卡槽比较传统。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呢，这个质感上啊，确实是挺廉价的，主要就是来自于它整个这个边框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设计啊，上面额头和下面下巴跟中间边框是一体，它整个是一个塑料件，然后后面是一个金属板，第一次看到，所以说握在手里的这个质感呢，其实并不怎么样，因为你两边呢是接触到它这个全塑料的机身。放在这儿呢，这整个机的塑料感呢也是特别的重，当然它的定位也是入门机嘛。但是在全面屏当道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个价格，确实这个18:9屏幕应该到现在来说，对任何厂商也都没什么难度了。OK， 这个骁龙450的处理器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理论先跑分一下。OK， 这期视频呢就非常简单，等待下面我们的红米5 Plus 到货之后，然后在这3台机器一起再跟大家聊一下，订阅我们的频道就可以了。好了，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这个红米5和红米5 Plus 的所有的数据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数据库里边，你可以随时免费查看。对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不客观之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红米5 Plus 一起再聊一聊。开始了吗？今天呢，我要做一个米 boy 了，背着小米的背包去小米之家买小米手。今天呢是买这个红米5，店里面呢我询问了一下，只有金色，然后我在京东上呢就抢了一台黑色的版本，因为金色的那个荣耀7X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确实本来这个机器就比较便宜，它整个的质感都不太好，这白色的质感就更差了。
哎，所以说去店里面买一个红米5就行了，因为红米5我看了一下渠道也都只有金色。这个首发的版本上啊，我感觉就是低端的全面屏手机都是这样，就是它最低配的版本那个应该就是个噱头，包括这个360 Pro， 包括荣耀7X应该还能买到，但只是白色版本。小米这次2个红米5和红米5 Plus 只有高配的版，一个是899，一个是1299，它要明天才能送到黑色的这个红米5 Plus。今天还有一个小任务，就是买一个那个什么空气净化器滤芯，Viha 的那个米家那个螺丝刀，然后再给大家买几个，那个是咱们的抽奖。好了，这个米 boy 要去小米之家采购一番。突然很多漂亮小姐姐，应该是有什么活动吧。OK， 又是来到了熟悉的这家小米之家，武汉的第一家啊，不是第二家，他搬过来了，就万达的这一家。这今年呢，就是小米的开店计划呢，在武汉是非常的疯狂，因为小米还是搞它什么第2总部啊，所以说武汉这边门店非常多。直营店已经开到了5家了吧，4、5家了已经开门了，但是商场都没什么人。这个笔记本和，哎呦，竟然有静电。MacBook Pro 简直如出一辙啊，一个模子给刻出来了，但是这个质感还是稍微差了一点，便宜，性价比还是很高。今天米 boy 采购完成，必须要吐槽一个事儿啊！每次来米家买东西啊，可能是这家米家的问题吗？我都感觉要好久，就是等收银的时候要等待很久。今天等了10几分钟，我前面2个收银。小米之家的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感觉他买个东西要在电脑上操作很久，小米那边要就是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希望简化一下操作流程，而且直接甩给我一句不能开票啊！本来我想还开一张发票的，说什么过几天才能开啊？总而言之，这个东西还是买到了啊，只有金色这个红米5，回去给大家录视频了。今天华剧就到这儿，走了。